下午好。今天非常荣幸的受主办方的邀请来参加木棉说的这个演讲活动。也非常感谢在座的每一位家长嘉宾冒着酷暑来到这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话题。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少生病或者是不生病，这是我们的一个特别良好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的达成，真的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那么我在临床当中，因为我工作也20-30年了，那在我们的临床的工作当中，经常碰到家长经常问，就是这个关于孩子为什么老生病的这个话题啊。我在门诊当中呢，不是碰到一个家长，就经常碰到这个有的孩子这个月来看病，下个月来看病，甚至一个月来看2-3次病，孩子就是老处于一个生病的状态。家长这种家长都会非常的着急，经常就问陈大夫，你说我这个孩子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是这个他这个是不是营养不够啊？吃的不合适啊？缺什么呀？还是说他免疫力就有问题呀？那么其实对于这些比较爱生病的孩子那么营养的不够吃的不够。所以有家长问是不是微量元素不够啊？那么还有就是说真的是免疫力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其实是比较少见的。那么更多的情况呢，是因为我们在整个的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不恰当的方式。所以我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这个，就是对于爱生病的孩子都有哪些特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况。那么第一个最多见的就是这个孩子呀，特别少的运动，甚至不运动经常我在门诊当中看到那孩子2-3岁了来了，都是抱着，要不然就推着小推车，孩子都不带自己走的现在咱家里条件都挺好的爸爸妈妈呀老人呐还有阿姨呀都是抱着孩子，出门就是坐车，回家里面条件也特别好那么这个是运动很少。有家长说我让孩子运动了，可是孩子怎么样？为什么还老生病啊？所有的运动全是室内，没有到户外玩过这个是第二个我觉得容易生病的原因。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孩子我们现在其实孩子营养不缺乏，但是饮食不恰当也会让孩子体能不足，容易生病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咱们孩子的生活条件都是太好了那么生活过于优越，孩子带的就是特别的精细。经常我在门诊当中看见那一个孩子一来，我这个诊室一屋子家长4-5个那么就是各种的，有给孩子喝水的，有给孩子吃零食的，有抱着的，就是特别的精细。那么其实温室的花朵反而更加的这个娇弱，容易生病。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孩子基本上就是说什么兴趣班各种学习班，数学呀什么英语班都特别早就开始了，特别多，但是体力运动严重的不足。这个是我在临床当中碰到的，我觉得我做了一些归纳，那么容易生病孩子的一些特征。那么其实基于这些特征呢，我们也就能够找到让孩子少生病的一些秘诀。那么第一个我给家长重点讲的就是说，要让孩子科学的运动起来。这个虽然其实关于运动的作用呢，我们基本上家长也都了解，增强体质但是除了增强体质以外运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胃肠的蠕动那么可以让孩子消化吸收的更好，增加食欲我们经常就会发现，今天我带孩子出去跑一跑，他可能这个本来吃饭特别差，今天吃的就不错那么除了食欲以外，还可以改善孩子的睡眠。孩子今天出去游泳了，夜里面就会睡得特别好那么除了这个改善饮食、改善睡眠以外呢，运动也会让我们的小朋友更开心那我们承认，其实我们自己运动也有这样的体会。比如说我今天运动以后，虽然我很累，但是我就是非常一种兴奋、高兴的状态。小孩子运动以后也会心情愉快少发脾气，少哭闹。那么孩子这个饮食好了，睡眠好了，情绪好了，他的这个体质也会改善了。所以运动非常的重要。但是有的家长就说了，
我这孩子运动了，每天也在家里面不停，他怎么还是老生病啊？那关于运动，我们有哪一些做的不恰当，反而让孩子容易生病，或者说对他这个减少生病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呢？那一些错误的运动的打开方式有哪些呢？一个就是这个就是全是室内，现在咱们条件也好了，室内的什么活动场所都有那我们这个小孩子现在也都宝贝，不能风吹日晒，完了外界环境也不好，所以我们都让他在室内。但是室内的环境有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般这个都是一个密闭的环境，所以它的空气流通就是不太能够保证得很好。再一个就是尤其在夏天还好一点，冬天的室内的环境大多都会人很多，因为出去的孩子相对少一点嘛。再一个，冬季本身就是我们孩子呼吸道生病的呼吸道感染特别多的时候，所以它感染源多，就会让孩子交叉感染，非常容易发生。我在门诊当中经常是说去上了什么早教班呀，或者是到室内的一个这个活动场玩了以后，回来孩子就病了那么这种的运动的方式可能就不是特别的适合。还有呢，就是春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还有这个秋天比较凉爽舒适的时候，我们能带孩子户外玩。但是像这种天气一热冬天天气一冷，马上孩子就得在家里待着了，因为不能出去，一出去就得病那么这种的呢，就是择机的这种运动并不能真正的改善孩子的体质这个是一个不恰当的这个方式那还有一个我要重点强调的就是，我把它命名为这叫脉冲式的运动什么叫脉冲式的运动？这边有一个图那这个图怎么理解？就是这个小孩子呀，在家里特别有意思，一直都不出去。今天我们正好这个有一个小聚会，跟小朋友小 party， 说我们今天出去玩吧那孩子就出去玩了，玩了也家长也不能说限制他呀，因为都玩得很开心玩得很累，玩2-3小时这个一回去生病了，谁带他出去谁背锅，回去就被责备。你看，你就带他出去玩得这么累，结果孩子生病，以后哪儿都别去了。完了就在家一直待着，这一段挺好的，那不行咱们还得该运动完了又去参加一个体能班，参加体能班回来又病了，完了又在家待着。就是咱们就是要不然不运动，要不然特多的运动。那么每次运动以后，孩子就生病这个其实有的家长可能不太关注但是我在我们临床当中，其实就是经常发现有这样的情况。那么针对这些运动方面的误区，我们应该怎么调整孩子运动的方式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归纳。那么一个就是全年室外向阳生长。今天这个演讲整个的主题我觉得特别好，我特别喜欢。我就说咱们孩子真的是叫向阳生长，因为现在孩子就是这种室外晒太阳的机会特别特别的少，全是在室内那但是有的家长就会说了，那我这室外雾霾怎么办？风沙怎么办？那实际上现在咱们环境比原来还是改善很多了，雾霾风沙的时间虽然是有的，但是都已经有很好的改善，我们就不要拿这个作为一个借口来不去室外活动还有呢，就是说比如天气特热的时候，或者是特冷的时候家长说我不能让孩子出去，这样子一出去就生病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仔细观察回顾一下，我们一年四季的气温变化，它不会是骤升骤降的，它都是一个缓慢的升高以及缓慢的下降。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降温，突然降温或者突然升温的过程，在这个突然降温升温的过程当中，咱们可以适当的回避，等它再回到那个常态的曲线的时候，我们再去户外。我觉得这样子全年的这个健康室外的活动是没有问题的。我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听了我的这个话以后，然后呢他就一直坚持，这妈妈特别好，他说坚持了1年，这个孩子真的体质跟原来有了就是突变。完了他在我的微博后面留言，就是说非常感谢能给他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议。但其实这个操作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难度，只要咱们认同这种方式以及坚持就可以做得到那么还有这个咱们运动方面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说
一定要这个循序渐进。这个为什么要提示给大家？因为有的时候今天比如家长今天听完陈大夫讲完说，哎，回去运动，立刻运动起来，完了马上就是运动特别多，或者报一个这个运动班一般我们现在的这种运动班的时间大约都是40分钟到1个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家长就发现运动班以后孩子回来就生病了。这种情况呢，所以咱们要加以注意。我给大家画的这种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循序渐进的这种坡度，就是希望这种在比如说我们最初可能只有5分钟、10分钟、15分钟这样子一个，比如2-3天增加一个梯度，2-3天增加一个梯度，这样子呢就能够让孩子完成。